我问你最后一遍，说他在哪儿？广福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放过他吧，你要怪就怪我。我问你他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你到现在还在帮那个男人说话。你说过的，要跟我结婚的，那些全都是骗我的，全都是骗我的。你不能一边跟着我谈婚论嫁，一边却和别的男人干这龌龊的事情。广福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被逼的。那些男人之所以跟你干这种事，都是因为你这张脸蛋。如果你这张脸蛋毁了，你就永远是我的了。就让我用手里这把气钉枪，在你脸上打几个洞。这哪里是手机呀？这分明就是个提款机呀！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郑广福他人呢？走了。去顺义酒店。好的。喝点水吧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警官，你们要赶紧去抓郑广福，他要杀人。他要杀谁？天成地产董事长黄半成。他为什么要杀黄半成？因为我和黄半成发生关系，被他抓到了。小黄，你赶紧查到黄半成的电话号码，给他打电话。你和黄半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学校的职工楼就是黄半成他们公司承建的。我作为礼仪小姐参加了剪彩仪式，黄半成就是那时候看上我的。这身好看吗？这还真不错，就是给你做。黄半成出手很豪爽，对我提出的要求一概满足。他跟我保证说，他一定会和他老婆离婚。我那时候社会经验不丰富，就相信了他。后来，我们就发生了关系。但我发现他根本就不想和他老婆离婚，他只是玩弄我的感情而已。我就当众给了他一巴掌。后来，我们就分了。本来我以为我和黄半成的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黄半成竟然拍下了我和他的性爱照片，并以此要挟继续和他保持情人关系。而那个时候，我已经认识了郑广福。为了能够彻底结束我和他的关系，我无奈答应黄半成，和他最后一次做那种事情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郑广福装在车上的记录仪记录下了我们车震时的所有声音。因为我和黄半成频繁的联系，郑广福有所察觉，他甚至还跟踪过我好几次。
为了不让他发现我和黄半城约会，我就开着车去找黄半城。我们在车里发生关系，但我不知道，郑广福偷偷地把车里的记录仪给改造了，目的就是想抓住我和别的男人偷情的证据。我死活不肯告诉他是谁，他说他一定会查出来的，然后就走了。我本来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，谁知他后来又回来，还带回来一把气钉枪。他一定要逼我说出那个人是谁，如果我不说，他就要毁我的容。我是真的没办法，只能把黄半城告诉他。这不，他刚走，你们就来了。师傅，黄半城的号码打不通，人不在公司，也不在家。你的手机呢？被郑广福拿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薛娜，你现在必须跟我说实话。你和黄半城除了那次车震，以后还有没有联系过？因为现在郑广福很有可能是用你的手机去给黄半城发短信，约他出来见面，然后再把他杀死。说吧，你们平时都在什么地方见面？宾馆的房间。什么宾馆？悦来宾馆、鸿福客栈、顺义酒店，就这3个地方。好，我们马上去查这3个宾馆。走。师傅，我查了悦来宾馆，没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。我已经让韩队派人盯守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鸿福客栈也没有发现黄半城和郑广福的踪迹。我现在正在去顺义酒店的路上。这是黄半城的车，我查过，这是他的号。那他们很可能就在一起。走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你好，2位要订房吗？对啊，来个总统套。对什么对？你好，公安。警察。宝贝儿，我进来了啊。赶紧开门！郑广福，住手！我们是警察，放开我！放下东西，打死他！放开我！孩子真好。说说你的事情吧。薛娜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？我想让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另外一件事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。少装糊涂。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坠楼的案子，你听说过吧？11号晚上，你是不是开着宝马车把张义林送到了新民宾馆？没有，我根本就没有去过什么新民宾馆。那我给你放一段视频，你好好看看。车牌号清晰可见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这根本不是我的车，不是你的车，为什么是你的车牌号？这是套牌，这肯定是套牌。你说这辆车是套牌车，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视频上的宝马车不是你的？11号，我跟薛娜从下午就开始吵架，一直吵到半夜12点。虽然我们关着门，但是邻居他们一定能听得到。你们为什么吵架？还能为啥？为了那段行车记录里的车震声音。你们吵架的时候，那辆宝马车在什么地方？宝马车就停在我们小区地下车库，车库有监控，你们可以查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我都这样了，
撒谎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当晚你非要把车开回老家，而且半夜3更，打着应急灯也要把车给洗了？薛娜竟然在我给她买的宝马车上跟别的男人车震，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这是多么大的屈辱！我嫌车脏，我受不了。那你交给你父亲的那些钱是怎么回事？那些钱是我这些年攒的，本来打算结婚用的，现在婚肯定结不成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要跟那个男人拼命。如果我出了事，坐了牢，我孩子有那笔钱，总不至于连学都上不起。见过这个东西吗？好了，你下去吧。哎，不用回避了吧？都这么熟了。我的事儿，老板管不着，你更管不着。下去。老板让我传话，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必须马上拿回来。如果你黄半城办不成，请尽早回话，把那100万退回来。老板会另请高明。老板让我带给你的药膏，他提醒你，做事不要太随便，随随便便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那就替我谢谢老板了。怎么样？郑广福的邻居走访了吗？走访结果和郑广福交代的一模一样，小区车库的视频也调出来了，郑广福的车确实一直停在车位上。这么说，接送张艺林的那辆宝马730确实是被套了牌，这样就不好查了呀。是啊，全市至少有好几千辆同样的宝马730，时间又过去那么久，根本没办法查。如果是外地车，那就更没办法查了。反正我只能保证我们家车库那3辆宝马730没有问题。我一直在想，出现在郑广福家邮箱里的那张红桃6扑克牌，这张牌放在郑广福家的邮箱里绝对不是巧合。假设这张红桃6扑克牌就是给张艺林发短信的那个红桃6故意放进去的，那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去查车的事儿，他也知道我一定会查到郑广福的车牌。那他把这张扑克牌放进去，就是专门给我看的，这是一种挑衅呐，也是一种侮辱啊！车的线索虽然断了，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，郭永刚的病情有所好转，愿意接受我们的审讯。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开始？马上，这次你就不要去了，走吧。郭永刚，你大难不死，是老天爷不想让你的女儿失去你这个父亲，所以你要珍惜这一次机会，把你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，协助我们警方破案。我永远也不想回忆我在澳门被囚禁的日子，简直生不如死。直到1个月以前的一天，真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花那么多钱赎这个人呢？你们不需要明白。走。在你的左手边有一把椅子，你可以坐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，我知道你住在内地的南石，你的老婆叫齐慧茹，你还有一个4岁大的女儿，叫郭贝贝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你千万别伤害我老婆孩子。在你前面有一个箱子，这里面有30万现金、1部手机和一张回内地南石的机票。我希望你拿着这个箱子，乘这一个航班回国。信上说，我前妻齐慧茹加入了一个叫中情局的黑组织。信上还说，我回到南石后，可以找一个叫顾辉煌的人，而那张欠条就是顾辉煌欠赌场赌债的借据。我可以拿着那张借据，去逼迫顾辉煌帮我一起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个任务就是绑架我的前妻齐慧茹。你说还有一个镶嵌着红桃六扑克牌的相框，他让我把那个相框留在顾辉煌在新庄入住的酒店房间里。正喜那辆帕萨特也是对方让你偷的吧？是的，他让我把车偷走，然后把现金和红桃六扑克牌放在停车位上。他让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目的吗？我可以拿着那张借据，去逼迫顾辉煌帮我一起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个任务就是绑架我的前妻齐慧茹。你说还有一个镶嵌着红桃六扑克牌的相框，他让我把那个相框留在顾辉煌在新庄入住的酒店房间里。他让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目的吗？他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我要是不做，我女儿和我前妻就会死。你是怎么知道齐慧茹的手机能联系上他的上线？也是他们发短信说的。故意留下线索，让刘洪涛抓住你和齐慧茹，也是对方受益。是的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刘洪涛拦住我，让我装出走投无路的样子，要杀了齐慧茹，然后逼迫他开枪打死我。你是说，对方明确告诉你，让你去送死？对。他说，刘洪涛在发现短信的把戏被我利用以后，一定也会猜到我会把换车的把戏再用一次，所以刘洪涛一定会在回程的路上堵我，我根本就跑不掉，我只能承认自己就是洪涛六。你明明知道要去送死，为什么还要按照他说的去做？因为我早就活腻了。刘警官开枪的那一瞬间，我真的希望我能被他打死，我的死能换回我前妻和我女儿的命，我也值了。如果郭永刚的话属实，他是一步一步按照洪桃六的授意做的所有事情，那么洪桃六一定在案发现场出现过，否则他不可能那么准确地掌握案发现场瞬息变化的各种情况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可是我们怎么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找到他？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齐慧茹提供那个贾小姐。如果找到贾小姐，洪桃六一定也会浮出水面。手机的事你办了吗？当然，一直充着电，24小时开机呢。那就好。奶奶，这个力度行吗？挺好，挺好。哎，你说可可的亲哥哥
和那个叫刘洪涛的警察，他们2个人以前是同事。不但是同事，而且还是搭档。有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小可的哥哥为了掩护刘洪涛，被罪犯用枪击中了胸口。临终前把小可托付给了刘洪涛，让刘洪涛待小可要像亲妹妹一样。刘洪涛呢，非常感激小可的哥哥替自己挡了子弹，所以啊，那是拼了命了对小可好，也就拼了命了干涉小可的生活。哎，好了，别按了，别按了，来，坐下，跟奶奶说说。可可对他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觉得小可对待刘洪涛也像亲哥哥一样看待，虽然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刘洪涛管着他，但是还是愿意听他的话。我觉得2人关系还不错。哦，那可可他爸爸妈妈就没有想过要把他给带走吗？想过呀，小可的哥哥出事之后，他爸妈就回来了，想把小可带走，但是小可死活就不同意啊。最后没办法，就叮嘱刘洪涛，让刘洪涛照顾小可。后来小可就以投靠亲友的名义，把户口挂在了刘洪涛的户口本上。那刘洪涛对你和可可2个人谈恋爱是什么态度啊？我觉得刘洪涛好像不大喜欢我，他好像不希望我跟小可在一起。看来我得好好想想怎么对付这个人。我呢，现在啊，对我跟小可的事儿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因为我一想到刘洪涛我就……哎，你怕什么呀？哦，就因为他哥哥是个警察，那你又没有杀人，你怕他干什么呀？管他是不是亲哥哥，刘洪涛的事情啊，就交给我了，你呀，该干啥干啥。又是谁呀？我去开门。奶奶，是我呀！哎呦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啊！哎呀，奶奶，你们是不是在说可可和浩哲的事儿啊？是啊，你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吧？对，浩哲和可可的事情，我也是才听说。今天我看人都在，我就想请您啊到我们家里去吃顿便饭，顺便咱们也熟了，您看行不行啊？那可可呢？可可，咱们顺路就接她了。那行吧。好。小可一会儿就过来。一会儿去接他。啊。好。就是没有小可怎么行？奶奶，来，上车。我有司机。嗯。我呀，坐奥迪坐惯了，坐别的车晕车。哦。这边请。夫人。挺豪华的，得花不少钱吧？没多少钱，140万了。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怪不得我奶整天保养呢，原来是女为悦己者容啊！哎，师爷爷，你什么时候娶我奶啊？要不，咱们4个办个集体婚礼吧？啊？想得美，一起办，岂不便宜了你？我怎么这样乱呢？黄总，郑广福的事情需不需要去处理一下？算了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现在警察正在调查这小子，咱离得越远越好。好的。来，奶奶，请进。
好的好的。这就是我家。哦，挺好挺好。您是李奶奶吧？对呀，我是浩哲的奶奶。哎，您是？奶奶，这位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我请来帮厨的。但是呢，你看我也没帮上什么忙，这些菜啊全都是他一个人做的，我成了帮厨，他成主厨了。哎呦，还真好。我怎么听你的声音有点耳熟啊？我以前在电台做主播。不会吧？你不会是小慧主播吧？奶奶，她是小慧主播。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。小慧主播，我是你的超级粉丝。好了好了，小哥，奶奶都累了，快让奶奶坐吧。好。奶奶累了，快点。好的好的啊。奶奶，您先坐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奶奶，要不咱们让石大爷一起来吃饭吧？不用，司机就是司机，他一天没转正还是司机。可是他一个人。好了，这件事我说了算，你们就别说了。哎，拿个小杯子。菜都做的差不多了吧？你们先坐一会儿，还差一个菜。我来帮忙。奶奶，哎，您先喝点饮料啊。哎呀，好，别客气。我跟浩哲说两句话。浩哲，齐慧茹的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，明白吗？哎呀，你都提醒多少遍了？明白就好，进去吧。哎，齐慧茹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帮厨啊。嫌犯在警察家里帮厨啊？齐慧茹犯的就那点事儿，我们局里罚了点钱，就把她放回家了。总不能别人做了错事儿，不给别人改邪归正的机会吧？而且，她现在已经辞了职，在经济上是有困难的。我叫她过来帮厨是有报酬的，我是帮她分担点困难，做好人而已。她跟张艺林的案子没有关系了？不该你问的就别问，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，跟案子有关的事情我不可能告诉你。对你好，对我也好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我懂。那就进去吧。小慧主播，你就告诉我嘛，你跟我哥到底是怎么认识的啊？这是个秘密，回头你还是去问你哥吧。那好吧，那我不问了。我好像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了。小慧主播，我喜欢你身上的味道，特别好闻。是吗？对。小慧主播，我以后有心事能告诉你吗？当然。真的吗？作为主人，我先说两句啊。奶奶，上一次让您受惊吓的事情，我还没有向您正式道歉呢。今天我就先自罚一杯，以表歉意。哎呀，太客气了。哎呀，谁让我是个警察呢？我们警察办案啊，有时候呢，就会用一些特殊的手段，有的时候啊，甚至还得六亲不认呢。所以啊，不管我们今后是不是一家人，有一句话，我今天必须先说出来。因为我是一个人民警察，所以今后如果因为办案，我需要您接受您不得不接受的事实，还请您谅解。哥，胡说什么呢你？哎，我可没有胡说啊！我今天把浩哲还有浩哲的奶奶请到咱们家里来，就是要作为你的哥哥，向他们表个态啊。没事儿，洪涛说的对，能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那就是缘分。你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能说出这些话，就说明你对小可和浩哲他们两人谈恋爱的事儿啊，是抱着一种严肃的态度。我老太太也放一句话在这儿：如果咱们以后成了一家人，浩哲我就交给你了。他要是做了什么坏事儿，该收拾就收拾，我绝不包庇。
哎呀，我们能不能不聊这么沉重的话题啊？哎，对，小可，说说你和浩哲你们两人的事儿，给你哥哥和我听听。我跟浩哲，我们是在一场辩论赛上认识的，他是甲方，我是乙方。那个时候我们谁也不肯让谁，这一场辩论赛硬是拖成了3场。哎呀，我当时就想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一根筋的人啊？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哦，好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好。奶奶多吃点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喂，都这么久了，贾明明手里的东西到底要到没有？我派去要东西的人说，根本就没有找到贾明明。那也就是说，东西还在贾明明手里？我觉得贾明明可能是躲起来了。我说你到底怎么办的事儿？这点事情都搞不定。哎呀，你急啥呀？东西在贾明明手里，他也不敢怎么样的。我不管，反正3天之内，你必须把东西拿到手。警察现在不是没找到贾明明吗？你不如试着再给他发短信联系一下，如果他回复你，就约他，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交给我办就行。好吧，我试试。你干什么呢？快来吃饭啊！比我烧的不差。真的。奶奶多吃点啊。好嘞，你快点，谢谢。都没怎么吃。哎呀，你看看你烧的菜呀，色香味俱佳，哎呀，真好。奶奶喜欢就好。哎，好，喜欢。师傅，重大发现！说什么重大发现？就在刚才，放在物证科的那个贾小姐的手机收到一个短信，什么内容4个字：你还好吗？查没查卡主信息？无证卡查不到卡主资料。你把对方的号码发过来给我。哎呀，我喜欢这鱼。鱼啊是清蒸的。等一下。喂，怎么样？喂，好，奶奶交给你。今后做给我浩哲吃。好。你看看，吃个饭，你们一个个的都捧着个手机不放手。你没有想到吧？贾小姐的手机一直在我们警方手里，你为什么要隐瞒？如果我举报他，他一定会报复我的。你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？
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说实话，还有多少事情？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虽然贾明明和我是大学同学，但是我俩真的不熟。而且这些年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面，而且我只有他的 QQ 号码，还是上大学那会儿加的。当初他通过 QQ 联系我，让我做那种事的时候，我还不相信他就是贾明明。后来他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才知道他就是贾明明。但是他真的什么都没跟我说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个贾明明住在什么地方？好像住在开元路开发小区1号楼1单元2002号。哎，你要找的人来了，就那个。如果我发现你还对我有所隐瞒，我肯定饶不了你。下车。下车。是我，出事了。我给贾明明那个号码发短信，谁知道贾明明的手机已经被刘洪涛拿到了。刘洪涛发现了我给贾明明发的短信，他问我贾明明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把贾明明的身份告诉他了。他现在出门去找贾明明了，怎么办呀？你没把你和贾明明的事情全都告诉刘洪涛吧？没有。没事儿，你别紧张。咱们既然找不到贾明明，刘洪涛也不一定能找到他。可是，我说了，别紧张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你一定得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那个东西千万不能落在刘洪涛的手里。放心吧。小黄，我有新发现，你速到开发小区等我。明白。什么？亲哥？倒也不是亲哥哥。小可的亲哥哥之前跟刘洪涛是搭档，有一次执行任务，替刘洪涛挡子弹给死了。临终前把小可托付给了刘洪涛，所以刘洪涛管起小可来跟拼了命一样。你没骗我吧？我骗你干什么呀？这不是来找你商量的吗？实在不行，自首吧。自什么首啊？哎呀，别动不动老自首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刘洪涛啊，查的是拉皮条的，不是杀人案，跟咱没啥关系啊。再者说了，这贾明明找不到，这不正好说明贾明明害怕，躲起来了吗？这不正好吗？不用担心。那他要坚持找贾明明，咱们的事早晚也包不住啊。哎呀，你就放心吧。贾明明这个人的社会关系啊是这么的复杂，就算查到贾明明死了，那谁知道是不是被他认识的黑帮所杀呢？没那么快查到我们头上，放心吧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没跟你说。贾明明的那些手机卡我都试过了，其中有一张是跟他妹妹联系的。他妹妹给我发了好多短信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。贾明明还有个妹妹？对啊，刘洪涛肯定会找到他妹妹的。赶紧把这张手机卡毁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能有任何方式的和这个号码再联系。记着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保证你没事。请进。哎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不是贾明明的家吗？我是他妹妹。妹妹？你们来查案啊？
是这样，有个案子可能跟你姐姐有关，我们是过来问讯的。你知道她在哪儿吗？我姐她出国了，去新加坡了。出国了？她几号出的国？11号。你确定是11号吗？她自己跟我说的。你没有去机场送她？没有，我那天在新民宾馆。这事儿你也知道。后来我睡过了，没去送成。你们俩是住在一起吗？不是，我没有固定住处，我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，然后就工作到哪儿嘛。不过我姐姐跟我说了，她说她要出国，然后让我过来给她看看房子。这2天你们俩有联系吗？有，发了信息。她说她在国外不方便。你现在能不能当着我们俩的面给她打个电话？可以啊。打通。没事，一会儿你把他的手机号给我发过来。如果有事儿，我们还会来找你的。师傅，我给机长打过电话了，一会儿给我们回话。他肯定没有出国，要不然和郭永刚接头的人怎么解释？还有在轻轨上把手机塞进陌生人包里的事情又怎么解释？也可能另有其人呢。不可能，我觉得还是查一下视频监控最重要。查一下他11号到底有没有离开，或者见过什么人。刘警官，这周瑞啊，监控室也找过了，厕所也找过了，都没见人。会不会是在物业办呢？对，我们去看看。走。刘警官，我有几句话想问你。你们俩先去吧。我想问问关于我姐的事情。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只是普通的问讯而已。你说我姐跟刑事案件有关系，什么案件啊？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姐做错了什么事儿啊？那我先问问你，你知不知道你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？还有这次，她去新加坡干什么？我平时不过问我姐姐工作的，她说去新加坡旅游。啊，反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如果你姐姐联系到了你，或者是你找到了她，能不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？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，你觉得我会吗？好吧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姐姐现在牵扯到一桩卖淫案。不可能。有没有可能等找到你姐姐就知道了？如果你联系上了你姐姐，最好劝她回来自首。如果你想包庇她，你好好想想。师傅，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没有贾明明的登记记录。主任，我可能要把门砸开了。是这儿吗？哎，对，就是这儿。最后。已经死了。韩队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听我跟你说啊，死者生前他是带着一个玉佩的，用来拴这个玉佩的是一个很细很结实的绳子。我们现在初步认定，死者死前是在用这个按摩器按摩自己脖子后部，结果呢，这个拴玉佩的绳子不小心绞进了按摩器里，
绳子很细很结实，越绞越紧，没有发生断裂，所以死者自己把自己给绞死了。是一个意外？绝对不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是这样，我和黄静怡知道那个贾小姐的真名叫贾明明，并且住在这个小区里，我和她就马上赶过来。结果到了他们家，贾明明不在，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号称是她妹妹叫贾静静的女人。这个贾静静呢，说她姐姐贾明明出国了，可是我们查了机场信息，没有任何贾明明出国的记录，所以我们就想到监控室来看一下。贾静静说贾明明出国那天是不是见过什么人？结果就发现这里死人了。你说了这么多，跟这里是不是意外有什么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贾静静说她姐姐贾明明出国那天的所有监控视频被人删除了，而那天正是张义林坠楼案的第2天，所以我觉得呀，肯定不是意外。在现场还有没有发现其他别的什么东西？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红桃6扑克牌，对吧？没有。死者死亡前的监控视频检查了没有？检查过了。死者死亡前后，除了他自己上厕所进出以外，没有任何人来过这里。你觉得是谋杀？很有可能。那段被删除的监控视频非常重要，它一定记录了贾明明去了哪儿，还有见过什么人。作为监控室的管理员，周瑞肯定也一定看到了，所以我怀疑是有人杀人灭口。虽然咱们在现场没有发现红桃6扑克牌，但是从这个意外死亡的手法上来看，很像红桃6的一贯作案风格。可是死者死亡前后，除了他自己进出厕所之外，探头可没有拍到任何人来过这里。如果认定是红桃6干的，咱们就不要怀疑这种不可能。红桃6的特长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把这几天这个小区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拷贝过了。我相信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影，只要是人做的，总会留下破绽。小黄呢？哦，那个贾明明的妹妹贾静静看见这儿死了人就晕了，她去照顾她了。周蕊的死亡案要查，贾明明的下落更要查。明白。师傅，你这是？你在这看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哦。你去贾静静家做什么？我在他的电脑里装了一个木马程序，只要他用那台电脑和什么人联系，我会第一时间知道的。你怀疑他对你有所隐瞒？她是贾明明的妹妹，毕竟是家属嘛，我们不能指望她把什么都告诉我们。所以啊，等会儿我把那个客户端发到你手机上，你替我监视他。好。哎，浩哲啊，
今天在刘洪涛家，我好像看你有什么心事。哎，坐下。你是不是不想和刘小可结婚？你要是有什么想法，就告诉奶奶，奶奶帮你分析。奶奶，能不能不说这个啊？哎，不行，今天就得说这个。我知道，你爸妈的离婚啊，对你影响挺大。但是你要往前看，不要总纠结在过去的那些事情上。奶奶，这个结婚不结婚啊，不是我说了算。这小可的爸妈我都没见过呢，万一人家不喜欢我呢，不同意呢，对不对？咱们以后再说这件事儿啊。我孙子这么优秀，他爸妈能有什么意见？奶奶，跟您说实话啊，我想5年以后再结婚啊。哎，为什么？贾静静查的怎么样了？根据他提供的信息，我们查了08年地震震区那个村子的情况。那个村子确实有一个姓贾的农户，男的叫贾秉德，女的叫胡柳香。胡柳香生了2个女儿，一个叫贾明明，一个叫贾静静。地震的时候，姓贾的房子塌了，贾秉德、胡柳香都被房子压死了，2个女儿也只找到一个贾明明，贾静静死活找不到。贾明明后来靠政府的救济，在当地继续生活了下来。贾静静说，她和她姐是去年才相认，之前一直都是黑户口，因为没有身份证，所以四处打工，没什么固定职业。2个人相认之后呢，贾明明才给她重新上了户口，重新有了身份证。至于这个贾静静到底是不是当年那个贾静静，别人不知道。但我觉得这个贾明明一定知道，应该不会错吧？这个贾明明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师傅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周瑞的死啊，一定是和贾明明有关系的，要不然不会在张义林案发生之后，贾明明家门口的视频就被删除了，监控管理员周瑞就莫名其妙的死了。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，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严重到他一定要被人杀人灭口的地步。哎，会是什么事儿呢？如果这个周瑞真的是被洪桃六杀死的，那这个贾小姐肯定和洪桃六是一伙的，至少他们有共同的利益。没错。李浩哲对贾明明的死一直心怀愧疚，现在看着贾静静一个人孤苦伶仃，李浩哲决心为他妹妹做点什么，来弥补罪过。李浩哲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是救赎，还是走向毁灭，一直困扰着他。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。没错，周瑞呢是我们一个村的，他管我叫二叔。哎呀，要不是他爹妈求到我这，说是帮孩子安排个工作，我本来是不想要他的。正好我们监控室呢有一个位子，我就把他给安排在里边了。可谁知道会出这种事情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跟他爹妈交代。这个周瑞在这儿有朋友吗？他在城里有没有交朋友，这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哎，
不过我们村有个年轻人叫郭大宝的，在这里打工。这小伙子对周蕊有点意思，3天2头往这来找他。那这个郭大宝长多高的个儿？跟我差不多。你见过这个玉坠吗？见过。前段时间周瑞过生日的时候，是郭大宝送他的生日礼物。对了，还是我陪着他去商场挑的呢。那这个按摩器呢？这个我没见过。查一下这个按摩器的来源，如果是谋杀，这个按摩器就是凶器。好。谋杀？哎，刘警官，不是说他是意外事故吗？二叔。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他是谁呢？刘警官，他就是郭大宝啊。站住！郭大宝，别跑！别动啊！再动我弄死你！你拿的是刀，我拿的是枪，你想好了？郭大宝，你胆子挺大的嘛，还拿把刀，准备袭警吗？说吧，为什么一见我就跑？干什么坏事了？没干什么呀。没干什么。你和周瑞什么关系？周瑞，我们是一个村的。这个玉石吊坠，是你在周瑞过生日的时候买给他的生日礼物吗？这个是我二叔买的。你二叔？你说的是物业经理周伟强吗？不然呢？除了他还是谁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玉石吊坠是你二叔周伟强在周蕊过生日的时候买给周蕊的。他掏的钱，东西是我送的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二叔把钱借给你，让你买这个玉石吊坠，给周瑞做生日礼物。他不让我还钱。不让你还钱啊？你二叔对你挺好的吗？是啊。我二叔这人真不错，我记得那会儿跟周瑞出来打拼的时候，真挺不容易的，亏了有我二叔帮衬。要说亲啊，真的跟我亲生父母一样。见过这个按摩器吗？没有。我二叔这人真不错，我记得那会儿跟周瑞出来打拼的时候，真挺不容易的，亏了有我二叔帮衬。要说亲啊，真的跟我亲生父母一样。见过这个按摩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按摩器的来源我们已经找到了，是丰浩路一家小商品批发市场一个姓王的商户全市独家经销的。我们给店主看过你的照片，人家说对你印象非常深刻。说你为了能便宜20块钱，跟他磨了整整1下午的嘴皮子，最后你还是买了按摩器走了。但是就在昨天晚上，他的商铺被你撬开了，里面被砸得乱七八糟的。这该死的奸商！周蕊他爸妈要是知道这个劣质的按摩器是我给他送的，打心底就恨死我了。所以你为了给周蕊报仇，就把人家商铺给砸了？目前看来，这个郭大宝不是凶手。刘警官，我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先别着急，坐下慢慢说。我给你倒杯水。对，请坐。你姐姐的事儿，我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她的事儿没那么严重。对了，你跟你姐姐联系上了吗？没有，谢谢。真的没有？真的没有。如果你和你姐姐联系上了，你一定要劝她来自首。她的事儿应该没那么严重，如果主动自首的话，也许交点罚款就过去了。小区监控室那个女管理员的死和我姐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啊，这个案子我们还在调查，目前没有发现和你姐姐有什么关系。刘警官，
如果你们希望我配合，你们就要跟我说实话。如果我姐姐有犯罪的行为，我一定不会包庇她的。我们相信你，你也得相信我们呀。真的和我姐没关系吗？真的没有。我觉得你们没跟我说实话。那你让我们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我们说的是实话？不用。哎，你是说，贾明明小区监控室的那个管理员意外死了？是的，这件事很蹊跷。贾明明失踪那天，他家门口的监控视频被人删了，而且现在这个案子是那个叫刘洪涛的警察正在查。让他查，我保证他什么也查不出来。黄总，这件事儿不会是您干的吧？我有那么大本事吗？那会不会是贾明明干的？贾明明有那么大本事吗？那还能是谁啊？老板呗。他不是最擅长把谋杀做成意外吗？黄总，您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？您就是那个老板吧？好好开你的车，注意安全。明白。不对呀，周瑞凌晨1点钟走出监控室上厕所，1点30分回监控室，可是2点钟怎么又从外面回来了？难道他又出去了一次？为什么摄像头没有拍到？周瑞3点半出去上厕所，监控没有显示回来，那他是怎么回到监控室的？不对，有问题。难道第2次进来，后来又走出去的根本不是周瑞？离开的人是另外一个人，2个周瑞。你们都在找什么东西啊？主任，我记得你告诉过我，你们物业要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发2套工作服，对吧？这好换洗啊。可是我们只在周蕊的身上发现了1套工作服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第2套。哎呀，这个我还真没注意这个。师傅，怎么样？小区找遍了，没有找那套工作服。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这个人肯定是周瑞的熟人。否则他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进入到监控室，因为即使是深夜，碰到小区巡逻的保安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。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进入到这里来，目的就是为了躲避监控视频，还有小区的巡逻保安。杀了人再删掉监控视频，监控到底拍到了什么，而至于杀人呢？主任，周瑞的社会关系复杂吗？哎呀，这个咱还真说不清。这周瑞啊，是周经理推荐的，在监控室做管理员的，他们俩是老乡。他呢，平时在这儿工作，就住在这儿，很少有人来看他，这关系应该不复杂。哎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玩一个神秘的游戏。神秘？我跟你说，你今天可是绝对的主角啊！是吗？因为全是女的，只有你一个男的。全是女的？那我去了岂不是很尴尬吗？
人家那个游戏就是需要一个男的，人家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把你捎上的，所以我责任重大。哎，这人你也认识？我也认识。嗯，谁啊？你猜。刘警官，你可要想好啊，晚上还真要在监控室过夜。怎么？我还怕周蕊的鬼魂晚上来找我吗？那我就不陪你去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可可，哎呀，可把你们俩盼来了，真是。现在可以摘开了吗？等一下，你在这个房间里面可能会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千万别害怕，真实的告诉我们你看到了什么，好吗？好。慢慢看看你的眼睛，怎么神神秘秘的？你好，我叫贾静静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要这样看着人家，我考出错了。不是，我是觉得总是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候撞着他。莫名其妙，这4个字我喜欢。来，我们一起把这桌子拿下来。来。小可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跟我朋友在这儿聚会啊。刘警官是为了我姐的事来的吧？我是为我妹妹的事情来的，跟我走。你干什么？小可，干什么？你莫名其妙的。这小区刚死了人，你不知道吗？死的人跟我朋友聚会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那你说什么关系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你说不出来就请你放开我好吗？一屋子的人等着我呢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把衣服穿上。你走开。等一下，你干什么呀？她是你的妹妹没错，可她也是我的客人。你把人从我家带走，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？你不是说我姐只是罚点钱就没问题的小事情吗？可我看你的反应不像这么回事儿啊。我只是把你妹妹和妹夫请到家里来玩玩，就把你紧张成这样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怀疑我姐姐就是杀害监控室管理员周蕊的犯罪嫌疑人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怀疑我才是你们要找的那个贾明明，而我姐姐只是一个幌子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怀疑我才是杀死周蕊的犯罪嫌疑人。浩哲和小可是你故意让他们来的？对，就是我故意叫来的。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姐失踪和这件死亡案子的关系，那你总得告诉你妹妹，为什么非要让她远离我吧？
你如果不当着我的面告诉我，非要带你妹妹离开的话，那我只好认定，我姐和这件案子有非常大的关系，而我的推论也就都是正确的。你怀疑我？我还真没看出来，你是个挺厉害的女人嘛。是吗？那可能是你们太弱了吧。浩哲、小可，你们俩给我听好了，我之所以不让你们接近这个公寓，就是不想让你们扯进这个案子。至于你贾静静，我们警方一定会调查你，我们也会调查你的姐姐贾明明。总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你姐姐，不管她是死是活，所有的谜题终将会水落石出的。浩哲，你跟我来。静静，对不起啊，我哥他就那样。李浩哲，你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区了吧？张义林坠楼的第2天，你就来过这个小区。离这个小区不足200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大型超市，你却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小区里面找公共厕所，你觉得你的解释合理吗？你是怀疑我和贾静静的姐姐失踪有关吗？没错。你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，我一定会查得一清二楚。不仅仅因为我是警察，我还是可可的哥哥，你别忘了。